大家好，欢迎来到 ISIS DNA 档案教室。现在有人在问说，预言啊、通灵啊、通讯息到底有哪些不同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很多一些都自称是神明代言人还是什么之类的。可是这当中的差异到底是什么？通灵跟通讯息还有预言是不同的。通灵，你跟各个灵体沟通，或是跟各个存有沟通。好，譬如说像你可以看得见鬼魂，有些人有阴阳眼，他看得见鬼魂，甚至可以跟鬼魂互通讯息。这个我也称之为通灵。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跟祖先，或者是跟亡者，甚至还可以去跟地基主或者是灶神、门神通灵对话。我也觉得那个称之为通灵。那还有一些是跟比较高阶的灵体跟存有比较高频率的，譬如说像天使、菩萨、神明，跟他们心灵的感应跟对话，也是属于通灵。但是通信息不一样哦，因为信息场无处不在，到处都有。我举个例子好了，曾经我有一个个案，他请我去他们的公司去看一下，说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的公司营运更好。我一踏进去到那个空间的时候呢，我就整个感受到他们的存货太多，销得太慢。我就第一个开口说，你们公司的存货太多了，如果存货太多的话，我会建议你们另外成立一个拍卖部门，然后让大家可以用一个更低的折扣，无论是8折、对折的折扣可以来买到，这样子对于你们的销库存会非常的方便，而且是会更快速的让你们的资本额不要被亏空太多。他吓一跳，他就问我说：“ISIS，你怎么知道我们公司的存货太多？”我就只是走进到这个空间，这个空间就有它的讯息能量，那我就只是把这个信息给说出来而已。那我就是体验到那个信息场其实有大家的担忧在里面，然后有那个管理者他看见的部分啦，当然也有这些包包，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意识嘛，他们意识太多了，而形成一个比较杂乱的状态。我感受到了，常常我能够去一些中小企业，我一进去，其实我不需要去读他们的资产表或者是他们的损益表，我就可以知道这家公司现在的营运如何，然后甚至是我可以感受得到股票它的趋势跟走势图比别人预测的还要准，但是会不会赚到又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些全部都是信息的波动，那我只是透过这个信息的一个记录，那透过我自己本身对觉察力细微再更细微，对所有能量的波动、能量的分子、原子、粒子更次微的微粒子，我对这个比较敏锐，然后我的五感六觉会发挥到最极致，自然而然的都可以收得到这个空间的讯息，这个人身上的信息，然后能量场的一些信息，然后甚至是整个集体意识的信息。那我个人认为预言家，譬如说像你们说很红的那个印度小男孩，还有一些我们以前古往今来也很多很厉害的什么烧饼哥啊，什么推背图啦，不是跟刘伯温有关的，就是跟这些国师孔明有关。这些预言家，他们也是因为看到未来集体意识的一个信息的发展，或是未来的发展，它会变成一个信息，于是经过他的内在翻译之后，把他用他个人的语言，无论是明说或是隐晦的方式给呈现出来。我觉得预言家未必会是通灵家，当然啦。我觉得我有看到一些修行非常好的大师，或者是他是专修灵通的大师，他不但能够同时通灵，能够同时预言，也能够同时去解读信息。那像我个人的话，很多人问我说 ：“ISIS， 你是个灵媒。”我真的觉得大家不要对我有这个天大的误会，我根本不是灵媒好吗？因为我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通到什么灵魂的讯息或什么。我的天赋跟我的功能比较是在信息以及能量场的解读，因为通灵就是我有阴阳眼，我随时可以感受到，或者是
就算没有阴阳眼，但是他的感受这些无形众生的电波能力特别强，于是跟这些无形众生有一些心电感应，然后你透过这个心电感应去给予解读，或是帮这些无形的众生去完成他的心愿。那甚至有一些是神明的代言人，像神明的代言人就可以透过他的内在跟这个神明的相应，跟他的感召，就是外感然后内交的方式去理解到神明要传达的意义，再把这个传达给眼前的这位信众，或是你可以感受得到天使，或是感受得到菩萨他们要传达的一个慈悲的能量，透过这个能量去进行一个你内在的感受，然后把它给展现出来。某种程度来说，通灵它也是跟一个信息的解读也是有极大的关系，只是对象的不同。到底你的对象是针对一些亡灵、无形的众生，或者是神明，或者是天使，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灵性的存有，或者是像我比较擅长就是一个空间的解读，人体的 DNA 的解读，或者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磁场的信息解读。其实我觉得它的次第还是非常不一样，所以不要再认为我是一个通灵或是灵媒咯，我只是一个信息的一个解读者，然后对于空间的一个能量的波动，还有人身上的波动，比较敏感，然后可以透过这个波动去深入到它的能量粒子，把这些能量给解读出来。当然，你知道这个解读它还有牵扯到一个很重要，叫做你的知见。很多人的知见是歪柔的，而且有带着他很多的限制性的想法跟信念，那么他带给对方的就是很多的限制，也可以说是一个恐惧。那如果说你的一个能量跟你的脑突变是3.0的突变脑，因为只有3.0的突变脑，它才是一个比较中立、比较全观、比较用一个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全面的。那这样子的一个3.0突变脑，它成为一个讯息的解读或是通灵，它给出来的能量跟信息，它才是一个更为客观、更为中立、更为接近真实。所以不要觉得说，通灵好像很厉害。我有看到很多的通灵者，其实他们也非常的辛苦。从小有一些是小时候他根本分不出来什么是真实的人，还是他是一个亡魂。我就有遇到一些朋友，他们天生在阴阳眼方面的一个天赋极高。我小时候就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小时候常常会做预知梦，或者是我会预知这个人的下一步，或者是未来会怎么样的发展。像是我道家的师父，我的那个传师，他就说过我的预言的脑是非常的强大，我的那个波动力对于未来或是能量场地的波动是极强。那所以只要我愿意进入到整个集体意识去看见、去完全体验的话，那就可以把未来的发展跟情况，更准确的去形容出来。那像是预言者，我觉得他们更棒的是，因为他们可以接得到整个集体意识，就是整个人类的未来的状态。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不容易变，人很容易被习气牵着手，所以很容易被预读。被预知。那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开始的去面对自己，活出真实的自己，去增强自己的突变脑，然后让自己突变到3.0以上，看得到很多事情的一个全面的面貌的话，我们不再活在我们限制的这个业力的模式里，也不会被我们的习气牵着走。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未来就不会被预言的这么准确，我们甚至能够集体一起开创一个新的更美好的未来。